进。沉香，这么晚了你还没有睡啊？我来看看孩子。坐。沉香，太好了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龙家的大小姐了，我真替你高兴。不管是龙家大小姐，还是陈家的寡妇，我们都是好姐妹。我真的好惭愧啊！这些年来，你为我做了太多的事情，为我受了那么多的苦，可我什么都不能为你做。总算是老天有眼，好人有好报。今天，姑姑问我，我把你和阿牛的事情都告诉她了。就算你今天不说，明天我也会去找太太告诉她的。不管是过去的龙老爷，还是现在的龙太太，他们都对我太好了，我实在不应该再有隐瞒。既然他已经都知道了，明天我就带着阿宝回去。不能，你可千万不能走啊！我跟姑姑都商量好了，孩子的事情只有我们知道，孩子呢还是留在龙家。我想，这也是姑丈的意思吧。桂平，你就别想着走了，以后我和姑姑在外面打理生意，这个家可全都交给你了。交给我？我能行吗？你可以的。啊，太太，除了香铺掌柜，龙记各个商号的掌柜已经全到齐了，大家都在等您和沉香小姐。好，坐吧。俗话说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双鱼铺这个地方小，不管好事坏事，大家见风就跑。我龙家的变故，想必大家伙儿都听说了吧？不光是我们，恐怕全双鱼铺的人都知道了。恭喜太太和沉香小姐相认，这是龙家也是宁家的大喜事啊！是啊。既然大家都知道了，别的我就不多说了。从今往后呢，龙家的生意将一步步的交给沉香打理，我来辅助他。也就是说，沉香将会成为龙记的大掌柜。当然了，在座的都是龙家的老人，沉香年轻，经验不足，以后还少不了麻烦大伙儿，多担待吧。太太放心，我们会尽心尽力的。太太，香铺的掌柜来了。太太，怎么是你？老掌柜让云朵小姐给辞掉了，我是新的掌柜。行了，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去香铺了。沉香，你先从香铺的掌柜做起吧。你就是在这里长大的？这儿就是我生活了10几年的地方。哎呀，真是造化弄人啊！你婆婆的牌位在哪儿？就在前面。陈家阿姐，我和沉香已经相认，今天来祭拜您。一是感谢您这10几年来对沉香的照顾，得以让我们宁家人团圆；二是向您赔罪，您是为了救沉香而死，宁家人对不住您。陈家阿姐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待沉香的。虽然您在有生之年没看到，但是您泉下有知，一定会保佑沉香的。从此以后，脱离苦海，永保平安。龙太太，沉香，
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看沉香的。听说你和龙太太终于相认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我们姑侄相认，关你们蔡家什么事？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沉香，我们走。姑姑，我什么我？这种反复无常的男人让我丢尽了脸，有什么可留恋的？走。龙太太，这些年来，我的心里面只有沉香一个人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别人。说的是啊，你反复无常，那是因为你不想娶云朵。龙太太，如果您同意，我愿意娶沉香。我发誓，一生一世都会对她好。你愿意有什么用？别忘了你阿爸说过的话，你和沉香八字相克。你想让你阿爸早死吗？走。大掌柜，大掌柜，掌柜的，柜上刚刚收了一批香，给了人家一笔定钱，想请您过过眼。多少钱收的？这个数，上等货，他们有多少，我们收多少。掌柜的真是好眼力，我这就去进货。怎么就买不到红枣呢？太太每天早上都要吃一碗红枣莲子汤，这你是知道的。我跑遍了整个双鱼铺，真是一个枣也找不见。哎呀，算了，桂平，你怪他也没有用。现在内地仗打得很凶，民不聊生，哪里还有人有心思做生意？现在运来的东西呀，都成了抢手货。红枣不吃也罢，还是炖点乌鸡汤给沉香吧。我现在做了甩手掌柜，龙家的担子都压在他身上，他实在太辛苦了。那乌鸡总能买得到吧？乌鸡能买到。去吧。哎，你看他睡得多香。你们怎么把一船货物原封不动地运回来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龙记货运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呢。大掌柜的，您不知道，我们的船还没有靠岸，就听见炮声了。我们硬着头皮往码头走啊，看见岸上全是拿着枪的日本人。我一看情况不好，调转船就走。日本人见我们不上岸，就开始打枪，那枪子儿都是擦着头皮过去的呀。您看看咱们这个船，好多个枪眼儿呢。要不是我们船跑得快，这回别说是血本无归，恐怕我们一船人的命都保不住了。大掌柜，反正这内地的货运生意是不能做了。如果您一定要做，那对不起，我只能请辞了。王掌柜，真对不住，刚刚是我不明就里，委屈了你，您可千万不能请辞啊！即使龙记货运停运，这个位置也是您的。您回去告诉您的伙计们，龙家念着大家的好，工钱照发，而且双倍。今天晚上在鸿福轩摆酒，给大家压惊。大掌柜，有您这句话，我老王和这帮伙计们也不枉受了这场惊吓。那我就带着伙计们把船上的货卸下来。好，那辛苦您王掌柜了。哎，伙计们干活了。起来吧。沉香，救我！站住！你是别跑！沉香。
的跑不了，中了一枪了。你前面去，你后面去，剩下的过来。你们那边。等一下。哎呦，这不是沉香吗？怎么的？听说现在时来运转，当龙家大掌柜了。你是？阿成啊，不记得了？以前二少爷家的阿成。哦，你这是？哦，兄弟，我现在当兵了，国民党副连长。那你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哦，对了，看见一个女的从这跑过去没有？血淋淋的。大掌柜，这是怎么了？哦，副连长问我，有没有看见一个女的跑过去？长官，我们这是码头，怎么会有女人呢？这不是女的。长官，这是我们大掌柜的。大掌柜的，您看您现在是龙家的大掌柜，不是龙家的小伙计了，没有必要什么事都亲力亲为。这货卸完了，我把账亲自送到您府上去。那辛苦你了，王掌柜。哎，这是应该的。连长，找不到啊！连长没找到。是。走。长官慢走。都干活去吧，干活去。大掌柜，你认识那女的吗？应该认识吧，不然她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？但是，她到底是谁呢？先别管她是谁了，赶紧想主意吧。纵放在船上也不是个办法，关键是人都好像不行了。那快送回家吧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，进来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！这他从哪儿来的？嘘，沉香，你房间里弄来个女的，还受了伤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对了，她是不是镇上通缉的那个女人啊？姑姑，你救救她吧。不行，你得赶快把她弄走。这么多兵追她，可见她有多危险啊！留下她肯定是个祸害啊！姑姑，你看她的样子不像是坏人呢。再说她受了伤，现在让她走，不是让她送死吗？哎呀，管不了这么多了，犯不着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女人冒这么大的危险呀！姑姑，不是素昧平生，她认识我，还叫出我的名字呢。啊？哎，你们看，好眼熟啊！这两位是从南阳来的，林老板和林太太，专门做香料的生意。哦，她就是那位林太太。是的，他们是姑丈带来的，说是南阳的大客户，专门跟我们龙家做香料生意的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以前你姑丈也提起过她，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兵要追她呀？哦，对了，姑姑，你看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盘尼西林。做什么用的？救命的药，这是一种西药，非常昂贵。怪不得他要生命保护呢。怎么会这样？沉香，你快过来看看。桂平，赶紧请大夫来，路上要小心，千万别让人发现了啊！好。看到这个女的了吗？谁要是能知道她的下落，长官重重有赏。走了。走。哎呀，这是何方贵客光临呐！啊，哎，阿昌啊，老爷子眼力不错呀，这么多年没见了，还能认出我阿昌来。哎呀，想不到啊，都当大官了。老爷子，那不都是托二少爷的福吗？当初啊，这珍珠厂那件事，
他差点要了我的命啊！哎呦，这个不孝之子不提也罢。哎，别不提呀！我这次回双鱼铺啊，就是专程来感谢二少爷的。要是没有二少爷，哪有我阿昌的今天啊？不，哎，我这老爷子咋回来还没见着他呢？给我找出来，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他。不，他已经被我赶出去了。他现在去哪儿了？是死是活，跟我蔡家都没关系。够狠，老爷子啊！这事儿也只有你能干出来，他可是你亲儿子。哎呦，你看看，来，坐啊！哎呀，你这次来有什么公干吗？哎呀，坐。那既然私事聊不了了啊，老爷子啊，那就谈点公事吧。哦，好。老爷子，你也知道，现在这日本人马上就要打进来了。是吗？是啊。虽说一时半会儿还达不到咱想的，可咱总得有个准备，不是？哦，对。现在国军啊，军需供应拮据，需要咱们地方豪绅父老乡亲的大力支持。我呢，是从咱蔡家走出来的，多少对咱蔡家也有点了解，也算是老相识了。对。您呢，多少也意思，我好跟上面也有个交代，不是？哦，好说。哎呀，现在支援地方部队，保护一方水土，责无旁贷啊！别说咱们曾经还是一家人了，你就是素不相识，我就是出点血也是应当的啊！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嘛。老爷子，明白人。行了，回去吧。老爷子，这次是多谢了，那阿昌我先告辞了。恕不远送啊！我送。阿昌老弟呀，你要是得闲的话，常来府上坐坐。没得说，告辞。哎，拿走。好，不送。阿爸，我们是不是给的太多了？别忘了，他是被知意赶出了家门，来者不善呐。我如果不送给他这么大的礼，恐怕挡不住他的枪口。不过，我听说这群人是打着支援抗日的旗号，在双鱼铺横征暴敛，家家户户都不堪骚扰。他们根本就是在发国难财嘛！战争嘛，倒霉的就是老百姓，历朝历代全是如此啊。阿爸，什么事啊？有件事情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说。现在外面时局动荡，大家的生活都过不好。我怕二娘在外面就更加难熬。我想二娘在外面应该不好过。我想，你是不是想把他们娘儿俩接回来？我看经过这么多事情，知意应该会悔改了。阿爸，您的气也应该消消了吧？不管怎么样都好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我告诉你，知意在临出家门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他和他妈是死是活，跟我蔡天威都没有任何关系。这小子如果有种的话，就永远别进我蔡家的门，谁跟我求情都没用。哟，二爷身手不错嘛。哎，搬里边去。
那边。哎呦，如烟姐，又来看二爷啊？谁是你二爷啊？本姑娘是来看猴子耍马戏的。你们好好耍啊，本姑娘高兴了，赏你们颗话梅吃。如烟，你怎么又来了？珍珠厂放工了吗？珍珠厂现在是我哥在管理，我想出来玩，谁敢拦住我呀？你到码头来玩什么呀？看他呀，怎么给他背那么重的货物，会把他压死的？活该，他就应该被千刀万剐。我把他当初欺负你的事儿啊，跟你的伙计们都说了，他不会有好日子过的。开饭了，开饭了啊！哎，开饭了，开饭了啊！哎，别挤，别挤啊！都排好队，排好了。今天大掌柜的给咱们加菜，红烧狮子头。今天给咱们加肉了，是。香，是有肉吃了。哎，多来一个。我的上是。大锅的。都挺好。是啊，真是让吃。我来。怎么没有肉丸子？想吃肉啊？没有。这不是有吗？可这也不是给狗吃的呀。怎么，不满意呀？不满意，连肉汤都没得喝。沉香，你没事吧？你还同情他？你忘了他当初是怎么欺负我们的？我知道当初是他不好，可是现在上天已经给他报应了。这叫报应？天天有肉丸子吃，我看他日子倒是过得挺美的嘛。现在的二少爷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有什么不一样？我怎么没看出来？如烟，你想过没有？现在在双鱼铺，他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，可是他却要留下来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因为二太太病得很重，如果他再带二太太走的话，老人家就很难活下来。所以，他宁愿忍气吞声，也要留在这儿努力赚钱，治好他阿妈。那也是他活该，他自找的。我知道你恨他，我也恨过他，就像你一样，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。但是，他现在真的很有骨气。古人说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不管你怎么理解，我是挺佩服他的。他能这么活着，真的挺有勇气的。就讨厌你这样，
文绉绉的，什么古人云啊，还真像个大小姐了，真没意思。哎，看一看，带小玩意儿了啊！哟哟哟，这不是二少爷吗？我说二少爷，你这是唱的哪一出？阿成，你回来了。听老爷子说你被赶出来，我还不信。哎呀，这是真的呀！看你现在这个德行，你咋不去死呢？兄弟们，知道这位二少爷是谁吗？老子当年在双鱼坡的时候，就是这位二少爷的马仔。哎，你当初说我什么来着？哦，狗娘养的，是吧？二少爷，滚！长官，您坐。兄弟们，替咱们长官报仇，打这个狗日的，打！行了，行了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，谁让你们打的？啊？二少爷，虽然你以前对我不好，但是我阿成不是一个没有情义的人。要不这样，今天你从我裆底下钻过去，咱们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。二少爷，你到底是钻还是不钻？啊？你钻还是不钻？啊？有骨气，不钻是。不过我这些兄弟可都不是吃闲饭的，保不准哪天一个擦枪不小心，砰砰两枪，你的小命就没了。来吧，二少爷。啊！哟，我当这是谁呢？这不是俊哥的妹妹如烟吗？真是越长越好看了。如烟，差不多行了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把他放了吧。如烟，当初你可没少说我二少爷的苦，按理说你不应该替他说话呀。莫非你们两个？啊！少废话！你放不放人？你看看我的辣妹妹呀，这脾气怎么还是这个辣味儿啊？唉，谁让我就喜欢你这个辣味儿？行了，今天就看在如烟的份上，先饶了她吧。走。蔡之义，你也有今天。该。
命能否保得住，就看他今天晚上能不能醒过来了。知道了。好。大夫，辛苦您了，一点心意您收下吧。龙太太，您放心吧，我和龙老爷是几十年的交情，无论别人向我问起什么，我都不会讲的。谢谢您了。没有事，我就先告辞了。我送您。哎。阿妈，哎，来吃饭了。哦，今天店里加菜，我都给您带回来了，没事吧？儿子，到底是谁啊？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啊？阿妈，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今天店里缺人手，我去帮人搬东西，自己不小心摔的。你别骗我了，知意都是阿妈连累了你，你还是走吧，别在双云铺待了啊！我不能走，我走了您怎么办？你要是再不走，阿妈就跳海死给你看！阿妈，你别拿死吓唬我。你前脚跳海，我后脚就跟过去。儿子，阿妈看到你这个样子，心里难受啊！你可让我怎么活呀？阿妈，您要真的心疼我，您就好好的把病养好，咱们一起走。天下这么大，我就不信没咱们娘俩容身的地方。咱们一定要活下去，再难也要活下去。阿妈。林太太，你醒了。啊，沉香，哎，别动，你伤还没好呢。谢谢你，沉香，你救了我一命。对了，我想问你一件事，他们为什么会追你？因为……要是不方便说，就算了。谢谢。还有一件事。林太太，你的背上为什么会有刺青呢？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问过你的话吗？我记得，你问我是不是双鱼铺的人，好像你说你还有一个朋友也叫沉香。是的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叫沉香。不过他不是双鱼铺的人。我的这个姐妹，她姓宁，叫宁沉香。她是乌兰镇的人。我就是宁沉香，你到底是谁啊？可见我的眼力不错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怎么这么眼熟。况且，你身上带着独特的香味儿，天底下都找不到第二个人。沉香，我是郑红啊。郑红，桂平，他说他是郑红，可郑红已经死了。沉香，你让他把话说完。沉香，桂平，我没有死。那天和你们在海上失散以后，我被一艘南洋的货船搭救了。后来船主收养了我，他带我去了南洋，我在那里结了婚，还有一个儿子。是他吗？对，这就是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子。你结了婚，还生了孩子。那你的丈夫，他不害怕吗？你是说我背后的刺青
他早就知道，可是他不相信。你看，我们都结婚几年了，他现在啊还活得好好的呢。是不是这个咒语离开香岛就会失灵了？沉香，你刚才不是问我为什么会被他们追赶吗？现在我告诉你，我在执行任务。执行任务？是的。这几年，日本人不但对中国发动战争，使得国内民不聊生，而且也已经把战火烧到了南洋。我的养父和我的丈夫都已经投身革命，我们有一大批在南洋生活的华侨都已经回到香岛。可是现在，眼看日本人就要打到香岛去了，而驻扎在香岛的国民党军队不但没有组织起有效的防御工事，他们还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，横征暴敛，大发国难财。我们只好把自己平生的积蓄用来购买枪支弹药，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力量。可是国民党不承认我们，多次追剿和攻击我们这支爱国救主团，使得我们很多团员都受伤了。我这次单独行动，就是来为伤员购买盘尼西林。可是没想到，半路却和他们遭遇。沉香、桂平，我们是共过生死的姐妹。对你们，我已经没有什么隐瞒了。我怎么觉得像是在做梦一样？我们都还活着，真是太好了。郑红，你放心的在这儿养伤，一定不会有危险的。还有其他姐妹的消息吗？有，如烟、友君，她们都在这儿。还有，阿珍也在。阿珍，对，我们都差点被她害死。哎，嘿嘿，我的，你的，你看他哪儿写你名字了？你叫他，如果他答应呢，我就还给你，怎么样？你简直就是个无赖！你信不信我？你什么你啊？你以为你自己还是龙家大小姐啊？你也不找个镜子照照你自己。我要是你啊，早就一头撞死了。哼！阿珍。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托你的福，我被龙家赶出来了。现在你满意了吗？我知道，阿哥，我以前是做了不少的错事，我不是一个好阿哥。但是这次我没做错。你是阿珍，你不是沉香，你为了保护你偷来的身份地位，你都已经做出杀人放火的事了，你这是作死呢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在作死。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会比死了强吗？我这样宁可去死，我宁愿去死。阿珍，都怪哥哥，阿哥是混蛋，都是阿哥鬼迷心窍，当初送你去选海娘，是阿哥害了你。你跟阿哥回去吧，阿珍，跟阿哥回乌兰镇吧，好不好？我不回去，那里什么都没有。那里毕竟是咱们的家，我已经向爹娘的在天之灵发过誓了，今后一定好好做人，真的。跟阿哥回去吧，好不好？看，这是沉香给我的，他让我回去做点小买卖。阿珍，你就跟阿哥回去吧。我不回去。你留在这儿能做什么？这儿所有的人都认识你。正是因为这里所有的人都认识我，所以我才要让他们看看，我在这里丢掉的一切，一定会夺回来。你这是何苦呢？你不要再说了，让我跟你回去，
还不如让我去死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你把这些钱拿着，以后你自己多保重。你记着，乌兰镇永远是你的家。不管你什么时候回去，阿哥都在家里等着你。阿哥。